Hello，你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 Stella，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在这里，我会和你们一起用最地道的方式学习中文。终于更新了，离上一次拍视频已经有差不多3个星期的时间了，还是2个星期，我已经忘了，但感觉已经很长时间了。不好意思，因为这一段时间太忙了。不仅身体上很忙，而且我的心理上也很忙，所以很难找到时间来拍视频。而且我最近的作息也不太规律，生活习惯不太好，所以最近都很累。但是慢慢的又会越来越规律了。那今天的视频是一个 vlog， 是一个最近的 vlog， 我又和我的学生见面啦。那今天我们开始吧。现在我刚刚从酒店退房了 check out。今天是我在广州的第7天，我在广州的7天一直在工作，所以很忙，所以也没有时间拍视频。最近2周，我先在杭州工作了4、5天，然后又在广州工作了1个礼拜，所以一共，这次我出差出了差不多2周。今天退房了，今天我的工作也终于结束了。说实话，我是一个一心一用的人，也就是说，在一个时间，我只能把注意力放在一件事情上。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很少能找到时间拍视频。我在拍视频的时候，我也完全不想做别的工作，所以是一个一心一用的人。那今天工作结束了，我又可以非常认真的做中文视频，非常认真的给学生上中文课了。今天是5月2号，在中国从5月1号到5月5号是劳动节放假。所以中国人有5天的劳动节假期，在这个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工作。正好我的一个学生他在深圳学习中文，今天他正好也有空，所以今天他买了高铁票，我们会在广州见面。我们见面的地方离我的酒店非常近，所以我现在走路去和他见面。这次是他第1次来广州，所以我也想带他去广州的一些地方。虽然我对广州也不是很熟悉，我已经来广州来了3次了，但每一次都是来工作，所以我对广州其实也不太熟悉。但毕竟我是中国人，所以或多或少我知道的还是比他多一点，所以今天准备带他去一些地方。其实我还没有想好具体的计划，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去一些咖啡厅，去书店，然后去喝下午茶，或者去吃晚饭，然后再随便逛一逛，是一个比较放松的计划。现在我在河的这一边，他在河的另一边。这是河，我在河的这一边，他在河的那一边，另一边。这一个就是广州最出名的景点，它也是广州的标志性景点，它的名字是广州塔。然后它还有一个昵称就是小蛮腰，因为你看它从下到上先宽，然后慢慢的变窄，然后慢慢的变宽，就像腰一样，所以它有一个昵称是小蛮腰。现在我要一直走，然后通过那座桥去另一边。虽然已经在广州1个礼拜了，但是因为每天工作比较忙比较累，所以我真的没有真正的逛一逛广州，每天都是在工作，所以今天结束工作第1天，我也可以专心的欣赏一下广州的风景啦。广州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南边的城市，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会知道
广州在中国的南边，非常南，所以呢，广州的温度一年四季都很高，而且广州不仅温度高，湿度也高。那在中国的北方，比如我的家乡，虽然温度比较高，但是湿度很低，所以我觉得天气还是挺舒服的。但是在广州，因为湿度很高，所以在广州的热是一种闷热。每一次一出门，我都感觉身体很黏，所以每天可能要洗2次澡才可以，早上1次，晚上1次。广州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所以你看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也可能是因为我住在市中心，非常中心的位置，所以高楼大厦会很多，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但是当然，如果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郊区，离市中心很远，它会更加有复古的感觉。我感觉我现在已经开始流汗了。哇，你看我看到了什么？因为今天是劳动节假期，所以都是人，我的天哪！所以我一般就是所有人都放假的时候，我一般不出去玩。今天是例外，今天是为了我的学生。看着很短，但是还是挺累的。那现在呢，我就已经到了桥的另一边了。现在我最大的任务就是找到我的学生，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线上上课，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真人和线上是不是一样，所以我要认真找一下。按照地图，他应该就在这附近了，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他。就是所有的东西很不健康。所有的东西怎么样？很不健康。对。你不是说不健康吗？那你还要？于是我很喜欢这个。可以买一些面包什么的。哦，这个面包很健康。健康的意思，我觉得就是不好吃。你是有很多蛋白质。因为你知道，有些人他们是照片里看起来非常漂亮、非常帅，但是他们现实里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帅。但是你是那种 OK， 照片里和视频里已经很帅了，然后真人会更帅。这个就是我之前的学生了，他的名字是 Max， 然后你的中文名字是什么？于安晨。于安晨，这个是我给的哦。我很擅长给别人中文名字，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所以我就要问几个非常适合第一次见面的问题。就是你线下和我见面的，你的第一印象怎么样？说实话，我看到你的视频，我看你和你的女朋友的时候。我的女朋友？哦，哎呀，你的男朋友？哦，我的男朋友。哦，对，我的男朋友。不好意思。然后我看到你的高中差不多一样。我们的差不多高？对，你和你的男朋友。我们差不多高。对。对，我以为你比较高。但其实我比较矮。还有别的第一印象吗？说实话，其实我们
比较常打视频。对，但视频是线上视频，它好像和线下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差不多，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你觉得我的现在对我的第一印象和视频里的我差不多？对，都很好。但是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有一点区别，因为安全在视频里已经很帅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真人更帅。哪里？哎呀，我之前也有很多俄罗斯朋友，但是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俄罗斯朋友里面，他是最帅的。不要害羞啊你！你不要害羞啊！我是一个不太正经的老师。然后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广州的，你能看到你自己吗？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广州的老城区，也不是老城区，但是你看他们的很多建筑都是比较老的，没有那么现代。这是你第一次来广州对吧？对。感觉怎么样？因为最近是假期，所以人超级多。对，人超级多，然后天气很热。是的。热死了。是的，然后你今天还穿了长裤。对，我总是穿这个。这里有很多的咖啡店，所以我们想找一家人不太多、有空调的咖啡店，喝一点咖啡，因为现在实在是太热了。我们现在终于找到座位了，因为刚刚本来没有座位，但是正好有一桌客人他们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了我们自己的座位。我点了一杯美式，冰美式。你点了什么？我点了一杯饮料，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好好喝。对，它不是咖啡，因为它是 sparkling water，它就是气泡水。对，气泡水。气泡水。然后我们不仅点了喝的，我们也点了一些小甜点。这个是 cream cake， 你的呢？我的是 raspberry cheesecake。然后呢，我们刚坐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画面，我给你们看一下。你觉得有意思，而且甚至有一点奇怪，你觉得为什么？对，是因为这是一个咖啡厅，在这里人们一般喝咖啡聊聊天，但是他们好像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因为在中国，我觉得这是咖啡店的一个问题。本来咖啡店是一个放松、聊天、安静喝咖啡、可以看书的一个地方，但是在中国的很多咖啡厅，它都是有很多人，很吵，然后他们穿着很漂亮的衣服，有时候是有点夸张的衣服，然后在这里拍照。我觉得对于想安静喝咖啡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坏处。我感觉这个好像就是天生就不喜欢拍照，或者天生就喜欢拍照，每个人的爱好是不一样的。但是确实，如果对于咱们俩这样的人来说，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烦恼。什么意思？烦恼的意思不是 troublesome。烦恼的意思是 it bothers us。对，比如说人很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烦恼，作业太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烦恼。然后今天我们一直在说中文说这么多，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烦恼？不是，我已经适应了。他现在已经非常适应中文，甚至他已经不会说英文了。对，我完全忘记了怎么说英文。你来中国才2个月，对吧？对。说中文说太多了，甚至已经忘记英文怎么说了。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还是坏事情？挺不错，是因为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会说英语，但是跟外国人说话的时候，我需要比较长时间，差不多30分钟，我才会改变我的脑子，想起来怎么说英语。他现在说中文说得非常自然，因为他在说中文的时候，他也在用中文的逻辑去想很多事情。他非常努力，他之前告诉我，他可能一天会学习6个小时的中文，是吗？谢谢。不要害羞。
你不喜欢别人夸你哦？就是夸太多的时候，我非常害羞。哦，但是我是真心的。谢谢，但是我还是很害羞。我之前就是和我的另一个学生，然后我说，你看，这是我的学生，他每天学习6个小时。然后我的另一个学生说，哇，他不工作吗？我说对，他不工作，但是即使他不工作，也有很多人不工作，但即使不工作，也很少有人能学习每天6个小时，每天6个小时，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他的中文才进步的这么快。哦，对，这个一般，如果你在课本上去的话，这个在课本上一定会和你说哪里，对吧？对。但是中国应该没有人说哪里。没有人说哪里。对。但是哪里是中文话，中文词。是中文词，但是如果你在中国说啊哪里，这一定是外国人。啊，那我应该说什么？你应该说没有。有时候我也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喝完咖啡，因为现在外面天气太热了，我们喝完咖啡可能想去周围找一个台球厅打一打台球。味道嘛，因为广州凉茶非常出名，但是凉茶就是很苦的。是哪个球？哪里有球？这是一样的，哦，是一样的。要味道的。这个是那个泡茶还是泡水？怎么卖呀？2种呢？你要哪一种？哪种？它俩有什么区别呀？就是年份不一样。它哪个年份更久？这个就贵一点，那个就便宜一点。这上面那个就是最好的。下面那个多少钱？那个90。就是一斤，这个呢？这个180。180一斤，他们那你不能给我要多少？3个球。是3个片。对，试一试就好了。3个。嗯，3个就好了，试一试吧。我们来打台球了，看一看谁的技术更好。在中国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台球厅，打台球在年轻人里非常受欢迎。我还是有点东西的，厉害！我刚刚连进了3颗。真的吗？哦，力气很大。打台球的规则是轮流打，一个人打，如果成功继续打，如果不成功换下一个人打。我们刚刚去打了台球，因为在散步的时候在讨论他有什么新的爱好。他说他有了一个新的爱好，就是台球。正好我也非常喜欢打台球，正好我也很长时间没有打台球了，所以我们就马上决定，今天下午我们可以一起去台球厅打台球。打台球的技术谁更好呢？我感觉我们2个人的技术差不多，都不太好，但是也不是特别差。我们2个人的台球技术都是中等的水平。然后刚刚我们打了1个小时，一共打了4局，然后我们的是3比1，他3我1。然后有2次是因为我不小心把黑色的球打进去了，所以那就是他赢我输。我感觉因为今天有点赶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40多了，他是晚上8点的火车要回深圳，然后他又要坐地铁，
还要走路，所以我们今天有一点赶时间。想问一下你，你觉得你的台球技术怎么样呀？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你打的之后，我真的害怕，因为你打得很强。你是说我的力气很强，还是说我的技术很强？力气很强，所以就这样，棒。现在我们要吃晚饭了，那今天在广州的活动就差不多结束了。你今天在广州的感觉怎么样呢？我觉得挺不错，就是天气很热，然后人非常多，然后我们去过的咖啡厅，饮料的味道挺不错，就是有非常多这种穿奇怪衣服的女生。你现在在中国最不适应的是什么？我刚刚来到深圳的时候，很多人看我，我对他们对这个事情不太适应，对我总是感觉不舒服。但是慢慢的我慢慢的怎么样？他分析了我，慢慢适应了。现在别人看我的时候，我看他们，比如说一个小孩子看我，那我就看他，这样。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他看你，然后你 look back， 你看回去。对。那你第一次跟你的学生见面的感受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这是我和你见面，是我和学生第3次见面。我之前和一个美国学生见过面，和一个菲律宾学生见过面，然后第3次见面就是和你。我觉得每一次见面都让我非常紧张，因为我知道可能视频里的我和生活里的我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视频里的我是非常外向，但其实生活里的我是有一点内向的。然后呢，我也会非常担心和学生见面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给学生留下很好的印象。所以虽然已经这是第3次见面，但是每一次我都非常紧张。虽然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激动，因为可以看到这么努力的学生，然后他们最后真的来到了中国，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不管和学生见几次面，我都会非常紧张，同时也会非常激动。我的学生有的比我大很多，有的也比我年轻，但是不管他们年龄比较大还是年龄比较小，他们都是我的学生。看到他们中文有这样的进步，我非常开心，希望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一切顺利。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你们有没有来中国学习、工作或者生活的打算呢？是长期的打算还是短期的打算？不管你是长期打算还是短期打算，不管你想来中国学习、工作还是生活，我都相信你一定会有一段很难忘的体验。这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的话，这是一个有点长的 vlog， 你可以在评论区里回复这个表情包，告诉我你完成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你可以给我一个 like， 一个 super thanks，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成为我的会员，这对于我来说都非常重要。下一个视频我已经在努力中了，谢谢你们的喜欢，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